新疆西部，艾比湖，中国最多风的地方之一。这里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。大风季节从春天开始。气温升高，花条蛇结束了冬眠。风云激荡，万物复苏，鲜花盛开，这是春天的景象。御风而行，候鸟迁徙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一场风改变了世界。4月，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，冬天仍未过去，最低气温还在零下20度左右徘徊。黄鼬，俗名黄鼠狼，正在森林中巡查。它的嗅觉极其敏锐，猎物即使藏在积雪下面，也无法逃过它的鼻子。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，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。乌林鸮、雕鸮，这些极其罕见的夜行性猫头鹰，却突然加大了白天的活动频率。它们在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着准备。猛鸮，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。春天到来之后，它们将向北迁徙，在北极圈附近的泰加林完成交配繁殖。白天的气温上升到0度以上，冰封的河流在阳光直射下开始融化。寒冬仍未消退，但春天已在到达的路上。没有冬眠习性的林鼠，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，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，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。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。坚果的美味，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。独特的眼球结构，使得猛鸮既能够适应白天强烈的光线，也能够看清黑暗中的一切。猛鸮是罕见的24小时全天候猎手。猛鸮发现了忙着寻找坚果的林鼠，一场捕猎即将开始。
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，它侥幸逃脱了。从越冬地回归的小鸟重新出现在大兴安岭森林中，这是春天到来的信号。冬春之交，天气极不稳定。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，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经常长驱直入，气温瞬间下降，整个森林地带重回冬天。降温如此迅猛，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。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，他迅速出动。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，滑行、悬停、低空掠飞，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。大兴安岭，中国极北地区，广袤森林养育了无数神奇的生命。高强度的林业生产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春天到来之后，大兴安岭林区将全面停止采伐。中国林业生产曾经的半壁江山，即将得到长时间的休养生息。攀枝花苏铁，来自2亿8千万年前的石炭纪，经历了第4纪数次冰期洗礼的结遗植物。4月下旬，苏铁的雄花率先开放。雄花年年开放，雌花却2年才开一次，而且苏铁开花的时间也不同步，雌花的花期要晚1个月。在雄花花球上，蚂蚁紧急集结，开始猎捕行动。它们的目标是花球上的灰蝶幼虫。灰蝶幼虫是苏铁杀手，连坚硬的苏铁叶子都能够吃得一干二净。灰蝶幼虫体型庞大，单个蚂蚁不是对手，必须寻找帮手团队作战。蚂蚁驱赶着灰蝶幼虫，钻入苏铁花球之中，然后它们轻轻敲击灰蝶幼虫的身体，灰蝶幼虫便会分泌出大量含糖量极高的蜜露，蚂蚁可以享受一顿美食。灰蝶幼虫如同蚂蚁放牧的奶牛。攀枝花苏铁是金沙江干热河谷独有的物种。4月底，金沙江河谷中的气温已经升至35摄氏度，和苏铁一样，整个河谷都面临高温的考验。高温、干燥，金沙江河谷如同即将点燃的火塘。每天，直升机在天空盘旋，
紧密监视着周围随时可能出现的火点。整个攀枝花的火灾发生数量占四川省的1半。然而，山火总是防不胜防。山火的蔓延速度达到每小时11公里。焚风，火焰一般的风，使得草木极度干燥。每个月里，仅金沙江干热河谷攀枝花段就发生10起森林火灾，平均3天1起。四川攀枝花有各类森林消防人员近5000人。来自青藏高原的高压气团在金沙江的深切峡谷中下降，气温陡升20多度，形成河谷中的干热风。1个月之后，攀枝花苏铁的雌花终于开放。雌花有着独特结构，为适应以风为媒介传播花粉的方式，复繁的花蕊结构上长满了细密的绒毛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表面面积，扩大在风中捕捉花粉的机会。攀枝花苏铁，这种古老的物种，繁殖成功率非常低下。风是花粉传播的主要媒介，雌花要成功地捕捉花粉，还需要一点运气。一切都在等待一场风。在中国广袤的陆地上，风以不同的方式运行，形成了多样的气候格局。4月的江南正是季风盛行时节。一直以来，江南的春天都被人们冠以最美的词汇。即使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，这里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，遵循着数千年来人们总结的节气规律，安排日常生活。鸳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类，此时正在江南的湖泊里集结。
婺源鸳鸯湖，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鸳鸯越冬地。鸳鸯是一种候鸟，从越冬地到繁殖地，它的飞行轨迹正好勾勒出中国季风气候区的范围。现在，大群的鸳鸯准备乘着季风向北迁徙。迁徙的路线长达1000公里。冰雪尚未融化的长白山，貌似一个与温润的江南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然而，从江南分布至长白山的阔叶林，则是中国温带季风区的生态特征之一。鸳鸯之所以选择长白山的溪流作为繁殖地，是因为它有在树洞中筑巢的习性。广袤的原始阔叶林将为它们的下一代提供最好的庇护。积雪消融，补充着溪流中的水量。季风气候在中国东部形成丰沛降雨，纵横交错的河流滋养着下游的平原地区，使得中国东部成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地区之一。在冰冷的溪流中，雄性鸳鸯开始求偶。藏东南温暖湿润，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，与青藏高原其他地方的景象完全不同。春天到来，随着海拔高度的攀升，杜鹃花次第开放。藏东南至横断山区的杜鹃花装点着世界上最美的温带森林。自19世纪以来，这些杜鹃花走向世界，渲染了全世界的花圃。印度洋暖湿气流沿雅鲁藏布江峡谷一路而来，在世界上最为高大雄伟的山脉中，造就了丰富的生命系统。当季风吹过色季拉山，原本积雪覆盖的山坡上孕育着生命的奇迹。一种神奇的植物以疯狂的速度生长，不足1个月的时间内，身高竟然可以达到2米。塔黄在4000米的海拔高度上，就是植物之王。6月，高山草甸百花齐放，这是最关键的时期。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，植物之间在为了繁衍展开激烈竞争。它们大都依靠昆虫传播花粉。高山植物的花期更加短暂，因此对昆虫的争夺就越发激烈。鲜艳的色彩
奇特的香味儿，植物各尽其能。面对竞争，塔黄有自己的秘籍。这个时节，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活动频繁，一天之内阴晴交替，四季轮回。1-2个小时里，气温可能从10几度陡降至冰点。塔黄自带温湿，它的叶片一片片包裹在身体上，形成半透明的结构。这些叶片构建了与世隔绝的小世界，哪怕外面风雪交加，里面仍然温暖如春。这对昆虫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塔黄旅馆迎来了第一批客人。蜜蜂的翅膀沾满了水汽，在湿度如此之大的环境中飞行，它已经极其疲惫。现在，蜜蜂终于找到了休息的地方。穿过层叠的叶片，蜜蜂终于找到了旅馆之门。迎接它的还有美食。塔黄富含花蜜的花朵就在自建的温室里开放。对蜜蜂来说，这里简直就是一间开着空调的高级餐厅。作为回报，蜜蜂会帮助塔黄完成传粉，这是植物和动物之间互利合作的典范。塔黄曾经款待过的昆虫，将会带着花粉传向远方。来自远方的暖湿气流，借着生命的独特智慧，谱写出藏东南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。从藏东南向东2000公里，东海的一个小岛上，这里的居民正在和台风季节赛跑。九山岛是1000多只凤头燕鸥的家。它们必须在台风季节来临前完成哺育下一代的重任。台风，大洋深处刮来的风暴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，足以摧毁一切。鸟会明黄的是大凤头燕鸥，在居民中占据绝对多数。嘴端黑色的
是中华凤头燕鸥，属于少数族群，总数只有30多只。这种珍稀鸟类在全世界的观鸟记录中不过50只，它们在这个季节的繁殖成败意义重大。距离最危险的台风季节已经不足2个月，时间紧迫，繁育下一代的任务从孵蛋开始。燕鸥都是由父母双方轮流孵蛋。小岛上的居住密度如此之大，认错鸟蛋的事情时有发生。邻居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争执着。尽管邻居间吵得热火朝天，但还是有很多鸟蛋无人问津。如果不能及时孵化，这些鸟蛋很快就会腐烂变质。在孵化小鸟的季节，燕鸥夫妇组成模范家庭，一方负责孵蛋，另一方则负责捕食。九山岛地处中国最大的渔场，鱼类资源丰富，捕猎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。经过3周的孵化，小鸟终于破壳而出。中华凤头燕鸥今年增添了19个宝宝。因为数量极其稀少，这种燕鸥有着神话之鸟的称号。如果19个宝宝都能够顺利长大，整个种群的数量将增加40%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再有1个月，台风就要来临，小燕鸥必须在此之前长大，跟随父母飞往安全的地方。小宝宝长得有多快，食量就有多大，它几乎一直处在饥饿之中。小燕鸥羽毛未丰，父母必须有一方留下来照料。外出捕食者的工作量成倍增长。捕食归来，要找到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还需要花费一番功夫。凭着对声音的辨识，捕食者回到了孩子身边。现在是加餐时间。父母顾不上休息，继续出海捕鱼。养育下一代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燕鸥的家。白鹭或许是为了寻找一些食物残渣，或许仅仅是因为好奇。岛上很少见到外来物种。受惊的燕鸥们竞相飞走，留下无助的幼鸟。
一场虚惊，凤头燕鸥很快返回，但是受惊的小宝宝却四处奔逃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小燕鸥一直在父母的护佑下成长，对即将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新生燕鸥的死亡率高达30%，与父母的分离是重要的死亡原因。最后关头，母亲从天而降。海面上乌云堆积，低压气旋正在形成，这是远方海洋中正在形成台风的先兆。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，小燕鸥几乎长大了3倍，它们的体型已经和父母差不多大小，但飞羽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仍然需要父母的喂养。越来越高的海浪拍击着海岸，台风季节马上来临。留给小燕鸥学习飞翔的时间已经不足10天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它一直在和时间赛跑。只有学会飞翔，才能和父母一起千里小岛，飞向遥远的地方，躲开台风的路径，在那里安全地成长。3000公里之外，新疆，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。卡拉麦里荒漠，准噶尔盆地的一部分。这里是普氏野马的故乡。正值盛夏，荒漠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。卡拉麦里的野生动物面临严酷考验。草原雕的巢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巢中2只幼鸟正在期盼着父母早点回来。它们总是饥肠辘辘。父母从清晨就外出捕食，现在是正午时分，还不见踪影。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，阳光直射之下，地表温度持续上升，小雕体内的水分正在快速流失。荒漠中几乎没有可供躲避的阴凉。今天，
普氏野马已经完美适应了卡拉麦里荒漠的野外生活。30年前，一度在准噶尔盆地灭绝的普氏野马被重新放归自然，开始了新的种群繁衍之旅。在极度的炎热中，野马家族出发去寻找水源。这是普氏野马的生命本能，它有着神奇的嗅觉，能够在风中辨识出水的气息。日近黄昏，卡拉麦里的天气逐渐凉爽。雕巢里2只小草原雕终于可以站起身来。炎热和饥饿让它们非常虚弱，现在它们急需得到食物补充能量。带着食物，雕妈妈回到巢中。2只小雕都饿坏了，但是妈妈带回家的食物并不充足，身体更强壮的小雕拥有进食的优先权。如果遇到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，草原雕就会放弃哺育较弱的孩子。强者生存，残酷的竞争从很小就开始了。小雕能否顺利长大，完全寄望于雕妈妈的努力。凭着敏锐的嗅觉和超强的耐力，在炎热的荒原上行走了50公里之后，普氏野马家族终于找到了水。方圆100公里内，这是唯一没有干涸的水洼。放归自然之后，普氏野马家族战胜了一次次的挑战，一点点找回了基因中的本能。夏天，这个水洼完全依靠雨水补给，有了水，就有了生命。五指跳鼠看起来像是迷你版的袋鼠，沙漠跳跃之王。荒漠水洼的边上，跳鼠选择把它的家安在这里。水洼边沙层更加湿润，洞穴里更加凉快。
毛角沙鸡不善飞行，它们迈着小小的步伐，穿过沙地和灌木丛，经过艰难的徒步旅行之后，才终于来到水洼边上。荒漠中的生命全都依赖这个小水洼。大耳刺猬，亚洲中部干旱地区特有物种。它是住在附近的居民，水洼边是它的领地。在水洼边上捕猎，总是收获颇丰。荒漠并不荒凉，这是一个丰富的野性世界。卡拉麦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有蹄类动物和猛禽保护区之一。草原雕从幼鸟孵化到学会飞翔，需要6周时间。经过最炎热的夏日，妈妈的辛劳有了回报，2只小草原雕都幸存下来。下一步，它们还有更重要的技艺需要学习。7月的风没有任何阻挡，掠过卡拉麦里荒原。这是一个信号，小草原雕已经10周大了，再过1周时间，它们就应该离巢。凭借风的托举，小草原雕将飞向天空。起风的季节，也是候鸟迁徙的季节。顺应季风的方向，候鸟可以更加省力地飞向远方，开始跨越半个地球的旅程。新疆西部的草原上，此翅椋鸟开始大规模迁徙，它们将飞往温暖的印度越冬。
迁徙的鸟乘风翱翔。风决定了这个星球的气候变化，塑造了大地上的景观面貌，书写着生命的历程。风改变了万物。